隐约从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就有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就是可能比较重的尿味。然后如果你不给，或是不愿意给更多，然后呢，他们就会一直跟着你。有3个吉普赛女人同时跟着一个男子。Hello， 大家好，我是 Ele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然后今天呢，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从我开始住在奥斯陆以后的一些关于社会上可能没有那么好的面向的一些观察。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是很值得给游客啊、背包客来做一些就是参考。因为当初我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是我自己遇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咦，好可怕这样子。所以呢，为了就是让大家在国外的时候都可以好好保护自己，就算是北欧这么就是看起来一片祥和的国家，还是有一些小地方需要留意。所以我今天就是分成3个部分来告诉大家，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什么。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各大景点、广场、市中心的部分的一些就是卖杂志的吉普赛女人。那为什么会特别点出这个族群呢？因为他们表面上是卖杂志，但是只要一旦他们在市中心的街上跟你眼神对到，然后锁定你，知道说你好像可以被可能就是说服给他们钱，甚至是说愿意听他们讲话，他们就开始狂跟着你。然后甚至说你给了一个铜板之后，他们就开始持续的跟你就是要钱。然后如果你不给，或是不愿意给更多，然后呢，他们就会一直跟着你。首先是第一个跟你讲话的人会一路就是尾随你这个样子，之后呢，其他在市中心附近你持续移动的过程中，注意到你的吉普赛女人开始全部都跟着你。所以有一次我有注意到在市中心的部分有3个吉普赛女人同时跟着一个男子，我真的觉得他超可怜。虽然就是他们不会上手去抢你的东西或者偷你的东西，但他们就是一直跟你讲说你就是要给钱，然后就是要做什么善事啊什么样，不然就是要买杂志。但就是你一给以后，他们就要更多，就没完没了这个样子。所以在这边奉劝各位，就是一旦遇到就是卖杂志的吉普赛女人，最好就是眼神也不要对到，不然就直接说不用。他们要想跟你讲话的话，你赶快离开。这个就是很需要很警惕这个样子。我自己是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啦，可能是因为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会散发出那种讯息，就是不要跟我讲话。对，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能避则避，这就是第一点。然后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比较特别是大麻，就是因为在台湾目前大麻还是不合法嘛，但近年来也有很多的声音说提倡大麻合法化，所以这一点蛮见仁见智的。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啦，所以呢，我就是在街上会遇到就是抽大麻的人，所以我这边要在这边就是跟大家特别提出来，就是在市中心奥斯陆市中心的一条街车站前广场的部分，比方说 Stuttgart、Jämtland 那边真的超多吸大麻人，就是我可以遇到的频率已经1个月可以到5-6次咯。然后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大麻味道是什么样，我那时候想说这个味道蛮奇特的，完全没有闻到，也不像香烟。然后我还就是不知道，我就狂吸。是有一次同行的朋友跟我讲说那是大麻的味道，我才后来就是比较警惕这样。因为听说就是有一些体质可能比较敏感的人，他们如果吸多了就是别人就是抽的那种二手大麻的话，可能会也有一点小小的头晕这样子。这个很看人啦，大部分人是不会有这个症状，所以不用担心。但因为就是我出于我自身的考量，就是我觉得说这个地方有人吸大麻会不会治安相对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就是会到就是蛮多人吸大麻的，或者说比较频繁出现的那个地区。所以在这边就是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我遇到的是比较特殊，我在住宅区都有遇到过就是有人吸大麻的情况，就在路上开始吸这样。我真的觉得有点困扰，所以如果大家很怕这个的，或者是说也是对这种治安啊，或者是说会不会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些疑虑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可能在晚上的时段，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常去喝酒的那个时段，可以比较避开市中心的几条道路这个样子。最后第3点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就是敏感的社会议题，就是如果是对台湾人来说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第3点的吸毒者，这个在台湾的社会上一直都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会敬而远之的对象，因为就是常在社会新闻上面可能会看到说，因为他们就是被影响了神智，所以进而会做出一些可能攻击的行为，大家就比较怕。但其实在挪威是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大部分来说是不会骚扰别人，但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大部分的吸毒贩毒者，他们其实在挪威也没有比较重的刑罚可以管，所以其实在这边的道路上比较容易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当然不是每一条路都有啦。对，这边我要重点提一下，就是市中心的 Stuttgart 那边有一个地方，我有几次注意到，我有点吓到，就是他们会在某一个超市的门口，就是对好像看起来会对毒品有兴趣的问说 Do you want something？ 哇，好特别哦，我从来没有遇到说光天化日之下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有点吓到。然后这个是贩毒者部分，但他们绝对不会骚扰别人，也不会偷窃啊，也不会攻击什么，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担心。接下来我要提一个我就是自身的经验，就是关于吸毒者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要提一下，就是我有2次不太愉快的经验，2次都发生在同个地方。对，然后一次是有一个就是比较浓妆艳抹的女人，她就在那个电车上。我那个时候不太懂挪语，就发现说她好像手有点抖，她就一直跟我讲的什么，但我听不太懂。那时候我老公也在旁边，他后来跟我讲说，他好像是要跟我借电话打给他的朋友。但我觉得当今的社会上，手机实在是有太多的个资，我不敢借给陌生人，所以我就说没办法。后来他就是一个一个的问车上所有的人，我其实觉得还蛮奇怪的。后来我下车以后问我老公，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好像是有用毒品的情况。事后回想起来，真的有感受到他们的那个眼神啊、讲话的方式啊，甚至穿着都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们的衣服就是完全不是当季，然后眼神也很涣散。第2次的经验也是在电车上面，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情况可能比较害怕，或者觉得说不太想遇到这样的情况或很尴尬的话，其实就可以避开那个尖峰时段的往市区的某几号线路的电车这个样子。好。然后第2个故事，我这边再来补充一下，就是也是在同一班电车上面尖峰时间，然后我就是遇到一样是一个老人，这一次我就比较警惕，因为我看到他又在一个一个的问陌生人什么事情。后来就是他问到我的时候，我就隐约从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就有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就是可能比较重的尿味，然后会觉得说，他可能是用毒品，因为他也是身上穿着很过季的衣服。为什么过季的衣服这件事情可以变成一个就是辨识点？就是因为在这边可能有一些吸毒者，他们比较没有办法有钱去买他们需要的衣服，所以他们会接受别人的赠与。但因为是赠与的部分，他们没办法挑选，所以他们可能会穿着就是款式非常的过季，冬天穿夏天，夏天穿秋天这种的，或者是说他们的那个衣服就会非常的亮，比方说亮红啊、荧光粉这种，可能可以成为就是一个辨识的点，但也不是绝对。后来他走过我身边，他就问我说有没有铜板可以给他，我就说不好意思，因为我身上只有卡，所以就是也只能作罢。男子有遇到一个好心的小姐，说愿意给他一些欧元铜板，结果那位男子觉得要换手续费这件事情他不想做，所以他不愿意收欧元铜板。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的情况，好像就是每一次遇到就是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我还要去思考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经过这一次以后，我其实就很少在尖峰时段搭电车往返市中心跟我家，我就会搭公车这个样子。好，所以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经验分享，我觉得还算是可以，就是稍微就是参考一下，然后规划一下行程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也希望大家在国外可以好好保护自己。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就是欢迎留言告诉我。然后以后呢，就是想看什么的话，也请留言告诉我，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